嗨，大家好，欢迎回到设计思考入门课程。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是 Mind Map， 也就是心智图。那什么是 Mind Map 呢？一般来说 ，Mind Map 的使用时机是在 idea 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 How might we。在使用完 How might we 之后，我们就要来开始发想新的点子。那所谓的 Mind Map 就可以在我们发想新点子的时候派上用场的工具。那我们要如何把一个点子延伸到另外一个点子，以及延伸到更多的点子，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看出问题里面不同的面向可以去发想的东西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心智图做我们的工具。简单来说 ，Mind Map 其实只是把你想到的东西写下来。那当你想到更多东西的时候，你会把它连出去，再连出去，所以一个一个点子就这样被你记录在纸上面。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它写下来？就只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第一个，视觉化之后，我们会更好去了解这些概念。第二个，有一个前提是我们人大脑的资源是有限的。那一般来讲，人思考的方式是这样：当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举例来说，去算数好了，那我们就要先记着我们要算的数字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花了一些资源去记住我们要算的数字。接下来我们又花一点资源去把我们记忆中可以拿来做运算的算式拿出来。就譬如说，我们记忆中有加减乘除的用法，它代表的意义。那我们又花了一点资源去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接下来，把刚刚一开始提到的你要算的数字以及那些用法结合起来，你又花了一点资源去做计算的动作。那接下来，你还要再花一点资源把初步计算的结果记住，再去做更进一步的运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做记录。因为当我们把我们要记的东西写在纸上的时候，我们就等于释放出更多大脑资源来帮助我们做思考。那当你有更多资源在做思考的时候，有时候更多有创造力的点子，也就可以在这些一开始你没有机会去使用到的资源一起去应用之下得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Mind Map 作为我们一个记录的工具。那 Mind Map 主要还是拿来帮助大家发想出更有创造力点子的一个工具。那什么是创造力呢？认知神经科学家认为，创造力分为3个东西，分别是改造、重组、混合。那改造呢，就是把常见的元素用不同的方式做呈现。譬如说，有一个著名的建筑师叫做 Frank Gehry， 他把常见的建筑上面的直线以及平面做成了波浪以及曲线。那重组呢，就像是 Picasso， 他把一些画作里面会出现的元素拆解成更小的东西，再重新组合起来。那混合呢，就是把2个看似不相干的元素合在一起，并发出新的想法。那这些创造力的3个阶段，或者是说3个不同方法，都可以借由 Mind Map 来帮助我们达到。因为当我们把东西记录在纸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譬如说 Mind Map 里面，我们会把东西用不同方式去拆解。那拆解之后，我们就知道它的小元素有什么。那在改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着把这些元素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如果是重组，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有哪些小元素可以再把它重新组合。那混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图上面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以及不同的解决方案，我们也可以用线把这些解决方案连起来。那或许就会想到我们当初没有想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拿笔写下来在纸上是这么重要的？这就是原因。那当我们知道 Mind Map 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可以怎么去使用它呢？这里我们给大家2个方式，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第一个方式是针对问题的不同面向去做拆解。那这里我就拿手机当例子好了。譬如说，我现在想要设计出一款更好用的手机，那这些问题有哪些不同的面向呢？第一个，我们可以试着去用使用时机做拆解。我们会在什么时候使用手机？那我们就可能在心智图中间写一个使用时机。那接下来拉出来就可能包括通勤的时候，包括上厕所的时候，包括出去玩的时候。那根据这些不同的时机，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我们可以去讨论的地方。那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当定义完这些不同的关联性之后，我们又会去想，那在出去玩的时候，你会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呢？那你可能需要手机是耐摔的，因为出去玩的时候有时候会不小心摔到手机。那上厕所的时候，你会需要什么样的手机呢？你可能需要是防水的，因为厕所是一个有很多水的地方，有时候就是会不小心碰到水。那手机还有什么其他的面向可以去做讨论吗？譬如说使用的方式，手机也可以当做相机去使用。
那有些人也会把手机当作办公的工具，有些像是编辑或者是一些文字工作者，可能大部分时间都需要在手机上跟别人沟通，以及打出自己的稿子。那这些人的需求就会跟把手机当作相机使用的人需求有所不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针对一个手机不同的面向去做探讨，就会发现出很多我们可以不同探讨的面向。那一个手机，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说有可以这么多可以探讨的东西。经由 MindMap， 我们可以帮助自己去思考更全面、更完整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那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可以针对问题去想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这有点像是脑风暴。那以手机举例呢，一开始我们就先写下跟手机相关的各式各样的东西，譬如说重量啊、形状啊、轻薄啊、通话品质啊，然后或者是上网速度啊，等等等等等，全部都写下来。你想到多少你就写多少。那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些点子去做分类，那我们可能就把你的上网品质跟你的通话连在一起，因为它们都跟你的手机讯号有关。我们可能把重量跟形状连在一起，因为它跟外形设计有关。那当我们分类完不同类别之后呢，我们会去想象针对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这些类别不同的重要性以及目的。那这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一开始我们能够全面的去看出有什么东西是存在手机里面的，因为我们让大家自由的去发想，所以会想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那接下来在我们归纳之后，我们可以更清楚了解我们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又是跟这些前面提到的方法哪些是相关的。最后我们可以再根据这些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里面拉出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那我们会去分析每一个可能性可行的方式，那或者我们可以用试着让大家去评分每一个可能性之间的关联，或者是试着让大家去说出他喜欢这些可能性的哪个部分，等等等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达到我们发想的目的。那也就是 MindMap 能够帮助我们在 idea 这个过程中使用的方式。看完了这支影片，是不是对于设计思考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你到底下留言，或是加入我们的脸书社团，一起与社团里的其他朋友进行交流与讨论哟。